小伙子飞到女友窗前，看到屋子里有个中年男人正在整理他女朋友的床铺。这小伙秦能正纳闷呢，就见自己的女朋友马莺莺穿着睡衣走进了屋内。秦能一看，脑袋瓜子嗡的一声，一下子长成了2个大，差点没爆炸。怒气冲冲，秦能要破窗而入，刚想用拳头砸碎玻璃，秦能忽然失去了飞翔和半空悬停的能力，整个人不由自主地摔了下去。就在距离地面不到1米的时候，秦能猛然惊醒，一身的冷汗，被子都快湿透了。好家伙，原来是噩梦一场。平躺着安静了有大概10分钟，秦能这才回过神来，扭头看窗外，东方已经发白，天快亮了。哎呀，刚才虽然只是做了个梦，可那梦境也太真实了，而且还记忆犹新，不像是以前做梦，睡醒之后很快就会把梦里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。不行，我得给莺莺打个电话，问一问她现在在干什么。秦能从床头摸过手机，拨打电话，非常意外，听筒里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。秦能一惊，赶忙看了看手机屏幕，确认没有拨错号码。好啊，果然有问题，莺莺的手机怎么会在一个男人的手里？还是在这么个天刚蒙蒙亮的时候。秦能光顾着胡思乱想了，半天也没有开口说话，对方听不到回应，直接就挂断了手机。秦能气冲斗牛，飞速穿好衣服，冲出家门，直接就赶奔女朋友马莺莺的住处。他要将马莺莺与那个野男人堵在屋里。咣咣咣一敲门，马莺莺开门，秦能一看就是一愣。马莺莺眼圈发黑，满脸的泪痕，见自己的男朋友秦能忽然来了，她一头就扎进了秦能的怀里，哭诉起来：我的包和手机都被抢走了，还说让我10天之内拿出来10万块钱。秦能一听，有点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。莺莺，你先别哭，慢慢说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原来是马莺莺的前男友昨天找到了马莺莺，说是有好几样东西都是过去自己送给马莺莺的礼物，现在他要拿回去，其中也包括马莺莺的手机。马莺莺正想争辩几句，结果前男友秦贵强一把就把手机和皮包都给夺走了，临走时还放下狠话，说是过去给马莺莺花了不少的钱，他也不想全要回去了，意思一下就得了，10天之内你还给我10万块钱，否则的话我会把你的私密照片以及你劈腿的事情公布到网上，让你臭名远扬。秦能，我根本没有做过劈腿的事情，我是跟他分手半年之后才认识你的呀。秦能点了点头，表示相信。莺莺，你不必着急，我去帮你要回手机，至于那10万块钱，只是他单方面的说法而已，不用理他。秦能一番安慰之后，女朋友马莺莺总算是心里踏实了一些。2个人都觉得肚子饿了，下楼吃了早点，随后秦能马不停蹄，直接就按照女朋友马莺莺所说的地址去找马莺莺的前男友秦贵强。秦贵强开门之后，上下打量了打量秦能，哼，你就是秦能啊，马莺莺就是为了你小子把老子我给甩了。说着话一摆手，旁边涌上来4、5个小混混，不容分说，拳打脚踢，就给秦能来了个全身按摩，鼻子都流血了。秦贵强这才让手下几个小弟停手。秦能，你小子抢了我的女朋友，还敢上门来要手机，胆子可真不小啊。秦能也是够横的，
把刚刚被打掉的一颗牙呸的一口吐到了秦贵强的脸上。胡说八道！英英说了，他去年就跟你分手了，我俩是光明正大的谈恋爱。哈哈哈哈哈！秦贵强一阵大笑。秦能，看来你也是被马英英给骗了。你来看。说着话，秦贵强掏出手机，点了几下，然后将屏幕对准了秦能的眼睛。秦能一看，大吃一惊，顿时就哑口无言了。原来秦贵强的手机上清清楚楚地显示着，在刚刚1个月之前，马英英还接收了秦贵强转账过去的1万块钱，转账记录加起来共有30万之多。秦贵强冷笑一声：“秦能，本来我只是想要回来10万块钱，教育一下马英英也就得了，没想到你们这么不懂事，竟然敢找上门来质问起我来了。所以我现在改主意了，回去告诉马英英10天之内凑足30万还给我，否则的话，我就把他的私密照片以及脚踩双周骗取我钱财的事情发布到网上，叫你们臭名远扬，让全国人民来骂你们。”秦能垂头丧气地回到了女朋友马英英的住处，把经过一说：“英英，你真的不应该骗我啊！”马英英使劲一跺脚：“秦能，你被秦贵强给骗了，我从来也没有收过他的钱，他那手机给你看的完全都是造的假。另外，我的确是早在去年就跟他分手了，不信的话，将来要回我的手机之后，可以给你看我所有的来往账目，你就全明白了。”秦能看着女朋友马英英那清澈真诚、含着泪水的目光，他皱着眉头又想了想，觉得确实自己还是应该相信女朋友的话，不应该相信马英英的前男友秦贵强。于是经过一番商量，秦能与马英英这才想起来应该去报警，请求警察的帮助。做完笔录之后，警察说是目前证据不足，不能马上行动，只能是进一步观察，随时有情况再传唤当事人或是出警。秦能和马英英刚走出派出所不远，身边有一辆跑车飞驰而过，紧接着撞上了隔离带，一声巨响之后，汽车严重变形，司机被困在车内。秦能一看现在这辆车的驾驶员处境十分危险，于是他快步向前，要去解救被困在车里的受伤的驾驶员。马英英眼神挺好，她一看这车号很熟悉呀，正好是自己的前男友秦贵强的跑车。秦能，那是秦贵强。秦能心里只想着救人了，根本也没有听到女朋友的喊声。把伤者拖出驾驶室之后，不到5秒钟，汽车就起火了，太危险了，这位驾驶员算是捡了一条命。等救护车赶到，把伤者抬上担架的时候，秦能才认出来，原来他救下来的正好是自己女朋友的前男友秦贵强。秦能有点后悔，我救他干嘛？他是我的冤家对头啊。又一想，不对，我不应该这么想，救人是对的，虽然他打了我一顿，还勒索我女朋友的钱财，可也不能见死不救，让他活活被烧死啊。于是秦能好人做到底，他拉着女朋友马英英一起上了救护车，一同把秦贵强送往医院进行抢救。几个小时过去了，秦贵强一直昏迷不醒。医生从秦贵强的身上取出了他的手机，让秦能帮着联系秦贵强的家人。秦能翻看秦贵强手机里边存着的电话号码，找到了，有一个号码的姓名写的是秦老爹，估计这是秦贵强的父亲。拨通号码之后，对方说自己的确是秦贵强的爸爸，只是自己正在广州的公司里边，赶到北京还需要一点时间，
希望秦能够再辛苦辛苦，在医院多留一留，照看好自己的儿子。秦能倒是好说话，叔叔，您放心吧，您来之前我绝不离开医院，只是您可要快点来，秦贵强伤得可不轻啊。几个小时之后，秦贵强的父亲来到了医院。秦能一看，这位50多岁、头发花白、风度不凡的中年男人，他是大吃了一惊。秦贵强的父亲看到自己儿子的救命恩人，这位秦能小伙子也是一愣。年轻人，我看你好眼熟啊，咱们在哪儿见过吗？秦能这才从惊讶之中缓过神来，用鼻子哼了一声，哼，我不认识你。说完扭头就走。秦能这个态度使得秦贵强的父亲这位秦汉新老先生心头一颤，赶忙追上前去，拉住秦能的衣袖。你是铁头？你是铁头吗？铁头是秦能的小名。原来这位秦汉新老先生啊，是秦能的生身父亲。秦能8岁那年，秦汉新抛妻弃子，离婚去了外地，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。难怪秦能这么恨他呀。秦汉新就解释说，当初离开秦能他们母子，是因为做生意得罪了一伙坏分子。秦汉新害怕连累家人，所以才独自远离。几年之后安全了，秦汉新重新联系妻子。秦能的母亲说不愿意再见他了。几次努力无果之后，秦汉新就放弃了，娶了秦贵强的妈妈。秦贵强是秦汉新的继子。儿子，爸爸愿意尽一切可能来弥补这些年亏欠你的父爱。说完这一番话之后，秦汉新和秦能这父子俩都哭了。秦能这才告诉秦汉新说，我妈妈在去年的时候已经因病去世了。秦汉新更难过了。这时候医生给秦贵强做完手术，找到了秦汉新。您是伤者家属是吧？手术是非常成功的，不过伤情太严重了，很难再醒过来，估计需要长期卧床。意思是说，将来这个秦贵强啊，大概就是植物人了。秦汉新叹了一口气，哎，其实这也是个苦命的孩子啊。从小亲生父亲意外死亡，他母亲嫁给我之后，过了不到2年的好日子，也生病走了。是我把他给惯坏了，只是知道给他钱花，让他变成了一个不务正业的混混，如今落得这么个下场。几个月之后，把秦贵强转到了一个能够收治植物人的医院。秦汉新就跟儿子秦能商量，想让秦能到自己的公司里来，将来好能够接管自己的事业。秦能不乐意，我的爱好是唱歌，我只想做一名歌手。秦汉新也没有强求，尊重了儿子的选择。不过他还是在背后暗地里帮忙，让娱乐公司的老板主动签约了秦能。1年之后，秦能的歌红遍了大江南北。女朋友马莺莺呢，身份也改变了，除了成为了秦能的妻子之外，马上也要做妈妈了。